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旧约圣经中最不合理的一场战役。标题可能会有一点长，但是呢，基本上把我所要表达的东西跟大家说清楚了。那么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一场战役，而且这场战役呢，非常的不合理。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先不去管标题，我们还是先来看圣经，看这段经文都是怎样讲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标题。约书亚记第6章第1节到第5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都要围绕这城，1日围绕1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号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那么这一段呢，是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攻取第1个城池耶利哥城之前，神对约书亚讲的一段话。也就是说呢，在大战之前，耶和华向约书亚交底，告诉你这仗应该怎么打。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其实文字都是很简单的。我们发现读旧约圣经，特别是历史书，其实并没有特别难的文字，这些字呢我们都能看懂。但是呢，看懂字并不一定代表着你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都在说些什么。首先呢，他说耶利哥的城门呢关得很紧，人不可以出也不可以进。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耶利哥城而言，以色列的军队已经是大兵压境，兵临城下了。而且呢，就在之前还发现呢，有2个探子进入耶利哥城呢打探消息。所以说对于耶利哥城来说，这里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作为以色列人进入整个迦南地，踏过约旦河之后的第1场战役，也就是他们要夺的第1个城，耶利哥的人知道这场仗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唯一的就是紧闭城门，准备防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耶利哥的城门就是紧关，不让任何人出入。我们通过一些史料的记载就会知道，耶利哥城是有坚固的城墙的，而且呢是内外2道城墙。所以说如果是强攻的话，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耶利哥城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池。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统帅，也就是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做的一个战前的动员。那么就告诉约书亚这个仗应该怎么打。但是我们发现这里边就是有问题的。首先呢，神说
那么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以及呢这里边非常骁勇善战的这些士兵，都交在你手中了。意思呢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这些人呢都已经在你的手掌之中了。首先神第一句话跟约书亚说的就让人很放心，也就是说呢，这场仗你不用担心，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你要带着你的这些士兵，每一天要绕城一次，前6天就是绕6次，每天绕城一次。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就是第8节以后的经文，我们知道这绕城可不是空着手走，是要带着兵器，带着号角，而且还要抬着约柜走的。也就是说呢，要全副武装的进行呢绕城。那么头6天就是绕城6次。在第4节的时候又说了，不仅呢这6天要绕6次，到了第7天的时候你要绕7次，也就是1天之内你要绕城7次。这里边呢很多人给出了属灵的解释，比如说神创造天地是用了7天，7在圣经中是一个完全数，等等等等。那么7天绕7次有怎样的属灵的含义？今天呢我们不去深究这些东西，我们研经解经呢有的时候要去研究它的属灵含义，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也不一定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也不是在属灵的这种层面上，我们要用人的思维来想一想，大仗之前的动员，这是神告诉约书亚你这一仗应该怎么打。那么我们以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么神告诉约书亚的，约书亚听就好了，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最后呢就仗就打赢了。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是否从一个人的角度，或者是说呢，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当时的以色列的士兵，你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里呢并没有提及约书亚以及呢以色列的士兵们对耶和华的这句话怎么看。但是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如果神交代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不要做呢？我想，如果我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士兵的话，如果让我这样做，我肯定是不愿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古代打仗我们都知道，古代打仗的士兵身上都是穿着一定的防护的。那么由于当时的这种生产条件的限制，很多的防护呢都是比较重的。那么可能一套的这种防护的铠甲可能都是几十公斤。而且呢，古代的冷兵器时代那种兵器，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所用的兵器也是很重的，不管是刀啊、剑啊、盾牌呀，都很重。那么头6天每天绕城一次，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于这个城里边的一种震慑。我们先摆摆架势，每天呢走一圈，那么带着这种厚重的盔甲，这种很重的兵器走一圈可以。有人说呢，耶利哥城并不大，但是再不大，它也是一个城池，也住着很多的人。哪怕耶利哥城只有一个村庄那么大，围着村走一圈，那也是蛮累的。我们知道古代打仗所讲究的就是养精蓄锐，
以逸待劳。那么以色列人大老远的跑到耶利哥城下，如果是安营扎寨的话，那是不是你应该好好的休息整顿，然后呢攒足了力气去攻城呢？但是这里边神给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呢，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第7天要攻城的时候，既然要求以色列人要围城走7圈，不管你的这个城池有大小，走7圈那还是很耗时的。那么可以想象的就是第7天的时候，士兵们已经走了7圈了，人已经累了。作为一个军队来讲，没有这样打仗的。如果你翻开人类的历史书，看看古代打仗，有这样做的吗？从来没有。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先把自己累坏了，然后再攻城的这么一个记载。那么约书亚顺服了，以色列人也顺服了，也就是呢，从第7天的清早的时候，他们绕城7次，那么绕完了以后，他们再攻城。这就是这场战役中最不合理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绕城7次，士兵们已经累了，累了还怎么打仗呢？从古到今，有哪个将军统帅打仗之前是先把自己的士兵先累坏了，然后呢，我们已经都很疲惫了，然后再去攻城打仗？有这样做的吗？完全没有。那么大家可想过没有，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这样做？为什么给约书亚制定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这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这是进入迦南地的第1场战役。那么神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每一仗都要用人一点一点的去打下去，每一个城池都有骁勇善战的士兵抵挡。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不是打一仗，而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边要不停地打很多的仗。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只有有限的这一点士兵，迦南人的数量是远远超过整个以色列人数量的，这仗该怎么打呢？所以神在给以色列人所出的第1场战役的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地告诉了约书亚，告诉了以色列人，仗应该怎样打。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城这场战役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完胜。那么大家觉得完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最后绕城7次的时候，他们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倒塌了，那么以色列的军队就冲进城，就把整个耶利哥城就占领了，把里边的士兵都剿灭了吗？就这么简单吗？如果是神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第7日的清早，你们就站在城门口，然后就吹响号角，大声呼喊，然后城墙就倒了，你们冲进去，最后胜利了。我会觉得这是以色列人骁勇善战。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的，神让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说，你第7日的清早，你首先要绕城走7圈，然后你才进城。也就是说，当这些人以色列的士兵冲进城的时候，他们之前已经在绕着城走7圈了，他们已经疲惫了，他们已经累了。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描述的重点。
可能大家之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绕城走七圈，我们所解读的重点并不是说有多少属灵的含义，而是神这一次清清楚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所有的仗都不是你们打的，都是神在打。神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并不是让以色列人一点一点的去攻取，所有的仗不是人在打，而是神在帮你打。所以这正是在人已经很疲惫的时候，因为已经绕城走七圈了嘛，你很累的时候，你冲进城的时候，你还能打赢，这就说明靠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的力量。所以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上，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都是神在背后做工。当以色列人受到惩罚的时候，是神在惩罚他们；以色列人得到祝福的时候，也是神在祝福他们。而且以色列人所有的仗都是神在帮他们打。今天的基督徒一定要在这一段中看出这样的一种深层次的含义。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成就，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要因为我们自身有怎样的能力，得到怎样的成就，你就骄傲。你没有什么好骄傲，你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你所有的这些都是神在做，而不是人在做。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像古代以色列人的这种实际的征战了，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逼迫，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一点都不比当年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要轻松。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考验仍然是严峻的。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们更多的要靠神，而不是靠人。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所要理解的就是，神在这段圣经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这仗是神打的，而不是人打的。因为人在打仗之前已经绕着城走了7圈，人已经累了。所以说，在人不能成的事情，在神都是可以的。所以虽然看似神给以色列人所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非常的不合理，但是神要我们明白，靠着他，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分享，同在，我们下期见。